参谋长，肯定在那边。走。有敌枪！打！打！快快！加快速度，快！别打了！别打了！自己人！别打了！调直升机！别打了！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第10师何明仁师长的部下。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坚决、干净、彻底的消灭共军。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恐怕又是一场春梦而已。
一连注意警戒。是。二连，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是。这些应该都是国民党干的好事，咱们现在已经进入白区了。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疲惫。 但是只要我们翻过这道山，就是四毛坪了。到了四毛坪，我们就到家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行不行？好，走。还行吧？行，加把劲儿。 营长，是老乡，我看看。是洗头澡，安全。呀！ 受苦了，不要走。西头姐，受苦了。少爷，好好好，我再回来就好。 教导员，喝点水吧。受苦了。有战士们下火。好。乡亲们，咱们的队伍是经过千难万险才回到四毛坪的。看到战士们，就知道他们受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的牺牲。 说实话，刚才当我第一眼看到队伍的时候，我真的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可是乡亲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不是抱头痛哭的时候，战士们已经几天几夜没吃没睡了，还有几位重伤员急着被郎中医救，所以乡亲们，咱们赶紧行动起来，把战士们带回去，让他们好好的吃点东西，好好的睡一觉。 大家快行动起来吧！伤员先走，让伤员先走。少爷，你赶紧回去休息吧。好，先安顿战士们，别挂了。小心。老哥。 看
孩子们也太可怜了。大狗子、愣子还有青蛙，这些熟悉面孔都看不见了。不是说有600-700人的队伍吗？怎么就剩这么些了？走。谢谢。妹子，你还认识他吗？他跟你唱过歌。他是我的指导员，是这里伤得最重的。我认出他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治好这位红军哥的。你们跟我走吧。来，抬起来。我问你，你知道红军主力在哪儿吗？我们现在是什么？就是孤儿被扔在了狼窝子里，让战士们脱下这身衣服，混到老百姓当中去，兴许还能活下来几个。如果我们还举了这杆旗，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成了国民党围剿的目标，到最后一个都撑不下。我心里头急得跟什么似的，我脸上还得装着从容不迫，我装不下去。我告诉你，我不能说吗？我不能说吗？哎，连我这么一个基层的领导干部，我都知道这仗打得不对呀。在形势危急关头，公然违抗上级命令，我提议给李化成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反对。形势严峻，道路艰险，让李化成背这个处分，作为队伍的主心骨，怎么带领大家往前走？要是块好铁，就越捶打越撑刚。如果经不起，那就让它成块废铁吧。许多主席，还是叫我大姐吧。这个时候，我也不叫你教导员了，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兄弟。好，大姐。哎，来，坐。大姐坐。大姐知道你心里不好受，跟你说实话吧，大姐我呀，当着别人的面从来不哭，可是没人的时候，这眼泪可没少流。可流泪也好，流血也好，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其实这段时间，我的压力挺大的。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但是一走到村口，我一看见你，我就……大姐都懂，大姐能够想象这一路你都经历了什么，承受了什么。你是了不起的，你带着这样一支队伍，能够9死1生的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太不容易了。大姐为咱们的家乡能有一支像你们这样的队伍感到骄傲。现在到家门口了，你也该松口气了。咱们这儿啊，刚好有个草头郎中，伤员们已经安排救治了。郎中说他活了这么大，
第一次见这么重的伤，他都不相信咱们的伤员可以带着这么重的伤，一直坚持到现在。大家伙都在说，战士们是肉长的心，铁打的骨。兄弟，大姐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天一下黑的时候啊，我在别人面前是强打着精神，可是你知道吗？我的心里也有看不到明天的绝望，我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可是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看到咱们的队伍的时候，我的绝望没有了。我们的共产党能有一支像你们这样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我相信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大姐，党中央有突围的消息吗？没有，这也是让我最着急的地方。听说咱们的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被国民党几十万大兵前堵后追，一路西行。可是我们现在被国民党军包围得严严实实的，跟上级又失去了联系，完全得不到党中央的消息。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的党中央突围失败的话，国民党大兵一定会大张旗鼓欢呼胜利。他们没有欢呼胜利，这就说明我们的党中央还在路上。你觉得我这么想是不是有点道理？我知道你在为党中央的安危揪心，我们大家都一样，都希望咱们的党中央能够胜利突围。如果党中央能够突出重围的话，党中央一定可以突出重围的，而且一定会走到正确的路线上。这是民心，谁都不可逆转。你说的对，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逆。苏区沦陷后，有人怀疑我们的红旗还能打多久？我回答他们，我们苏区的红旗永远都不会倒。总而言之，我们独立营在军事上陷于孤立。你承认它是事实，不承认它也是事实。我就说到这儿。但是我补充一点啊，这里的苏维埃政权依然存在，党中央的突围还在路上。我们独立营不能总猫在思茅坪晒太阳，一段时间的休整以后，我们还是要有所作为的。我不知道你这个有所作为，但是我知道，现在苏区是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走路都摔你个大跟头。就我们这200多号人，如果在军事上有所作为，那不就是拿最后这点家底儿去跟人赌一把吗？结果是什么？输的你连最后一个铜板都没了。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那照你这么说，我们偃旗息鼓的猫在这儿，就什么都能守得住了吗？你这就是右倾的消极主义思想。李准同志，别给我戴高帽子行不行？我们这么小的一支队伍，你还谈什么左倾右倾啊？我就是希望最后这200多号人能够活着等着主力红军回来。天佑啊，话里有话，直说，大伙儿讨论讨论。老唐，说说。你是营长，你说吧。原来你们商量过了。是啊，就一个意思，想让我们的队伍早点走出绝境。行，那就我说，我们能从死亡谷走出来已经是万幸了。有句俗话说得好，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如果下次再碰到这样的危机，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以刚刚你说那个有所作为，我觉得不可取。可是思茅坪啊是个小地方，咱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总会坐吃山空。我觉得李连长说的对，我们要现在做缩头乌龟的话，那不就等于自己挖坑埋自己了？我们有什么条件主动出击？当时反围剿战役打响的时候，我们是一支有638名指战员的独立团，现在呢？我必须要对最后这200多条生命负责任。你未免也太过于悲观了吧？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几十万人民群众的支持。几十万的人民群众，现在正遭受国民党地主黄强团的屠杀，他们手无寸铁，根本就没有还击的力量。我们依靠群众，怎么依靠？我支持吕副教导员的观点。事实证明，我们党能够从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生存下来，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谁支持我们呀？大山里边有群众吗？有红薯吗？有药吗？哎，你有这功夫，拿这个上山给大家打2头野猪，实际点。实际点，这是党的路线。天佑，话没说完吧？接着说。什么叫绝境啊？我想现在就是了。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一条活路？就我们这200多号人，去和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正面拼杀，结局是什么？我想大家应该心里都清楚。当然，我们坐在这儿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我是这么想的：站坐山头，只要不祸害乡里，专干劫富济贫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同意。我坚决反对。营长同志，我提醒你，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作为共产党的队伍，要坚决不能走占山为王的邪路，这等于另立旗号，而另立旗号就等于叛党，你知道吗？能不能不喊口号？这不是口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最起码的立场和态度，也是4.12事变以来千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觉悟。谁想另立山头、占山为王，谁就是背叛革命，人人得而诛之。那你就拿他诛了我吧，还留个大义灭亲的美名，我成全你。营长的意思啊，不是让咱们占一辈子山头，可现在这个处境，这也是个办法，是吧？什么叫一辈子？半辈子1天都不行。雷公山，我看你就像个当土匪的痞子。说谁呢你？哦，党员是吧？思想觉悟高是吧？是。我是咱独立营第1批入的党，我在党旗底下宣过誓，牺牲自己，永不叛党，说到的就要做到。谁要想另立山头，我第一个就不答应。雷公山，你要再说一次，我一个胳膊也能把你打趴下。来试试，来试试，来，好了，冷静一点。干什么，老雷？老雷，你坐下。行了，坐下。哎呀，坐下。这还没当土匪呢，你就挂着土匪相了，你这。营长，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打着别的旗号啊！这是在政治整训中，连我这个粗人都搞明白的。你说你现在要拉了队伍去占山为王，你这不是水泊梁山看多了吗？你怎么听不明白话呢？营长说的不是咱们真的去当土匪啊！都一样。我孙大圣把话撂上，谁要是拉了队伍去占山为王，我第一个不答应。哎，都行了吧？肚子里边刚有点食儿，就在这瞎吵吵。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用你们说吗？各位党员，谁能告诉我党中央在哪儿呢？什么时候能见到党中央？半年？10个月？1年？都不说话了，不就跟没爹没娘的孩子一样吗？我们这样下去，这面大旗怎么扛？好啊，那你离开共产党的队伍啊？反正你也不是党员。小孩吗你们？你比他还不实际。行了，都别说了，还真成土匪窝了。行，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听天由命吧。散会。来了。
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教导员和营长得一个鼻孔出气儿吧，尤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刚才那种情况，我要是和天佑杠起来了，会影响士气的。你在关键的时刻比我冷静多了。如果你们俩当面争执起来，也许还真的不好收场。无所谓，起码我知道在这件问题上，咱们2个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就够了。拜托你件事。说吧。在下次会议之前，一定要把天佑的思想彻底扭转过来。这件事别人办不了，只有你行。走了。浩成，从我进独立营，带着咱们这支队伍走到现在，有贪生怕死的，有英勇牺牲的，大家的改变我都看在眼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以为我们能够拧成一股绳，可我忽略了大家在绝境当中的承受能力了。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和你在一起。无论形势恶化到什么程度，我都会和你站在一起。送毛岭的时候，你跟我说的。干什么？你找我干什么？我想找你谈谈。我知道你跟我谈什么，别谈了，我走了。哥，我就这么让你讨厌吗？你还知道我是你哥？我当然知道你是我哥了。听你叫我哥，比叫我营长亲切多了。那我以后都叫你哥就是了。别拿好听的哄我，快坐吧。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其实今天我提出那个动议之前，我就知道肯定过不了你们2个这一关。但是你别忘了，我毕竟是这支队伍的营长，我必须要为这支队伍找一个出路。我今天来不是找你谈队伍的事儿的。那你找我干什么？你爹是我的亲舅舅，我们2个是表兄妹，难道除了队伍的事儿，我们就没话说了？别提我爹，一提他，我就筋骨发凉。你这衣服破了，脱下来，我给你补补。没事，一会儿自己补。你哪会补啊？你快脱下来。要真不用，哥。好，补就补。看来你这个当妹妹的，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嘛。哎，哥。好。哥，你知道吗？其实我和你一样，一直想努力摆脱我们的父辈，想忘掉他们。在我刚参加革命的时候，我以为我做到了，可是后来想想，这父母血缘的事儿，怎么能一刀斩断呢？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没想到，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难道我说的不对吗？没说你说的不对，就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让我这个当哥哥的有点意外。
我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可古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连承认自己的血缘至亲的勇气都没有吗？有吧，自己来。那你何苦呢？当时哭着闹着要跟家里闹决裂。与其说是和家里闹决裂，不如说是和旧的封建制度闹决裂。因为我们从一出生，我们的家族就带给了我们一辈子无法摆脱的原罪。我记得在松毛岭的时候，你说过一个词，自我救赎。我现在倒是真朝那个方向走了，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走到绝境了。哥，你知道你和李化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这谁不知道啊？出身嘛，我是地主家的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化成他5、6岁的时候失去母亲，12岁父亲也走了，成了孤儿。他是挣扎着活下来的人，可我从来没有见他哭过。你就不一样了，你是大少爷，衣食无忧的。如果现在泰山压下来，他能扛得住，那你呢？哥，你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听明白了，我懂你说的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别拿你哥当傻瓜，你只是在婉转地告诉我，虽然说在这条路上我走了有一阵子，但是离真正的脱胎换骨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明白了。你的伤好点了吗？好多了。那我先走了。我送送你。别送了，放心吧。成了。你交给我的任务能成吗？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趁热打铁。给全营鼓鼓劲儿。站住！你是什么人？哎，小朋友，我们都是好人呐啊！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好人。我不认识你，外人不准进村。我们都是好人。不行不行，让我们进去。同志们，红军是什么？红军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且这支部队必须要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确立的性质，也是我们这支队伍绝对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我知道，现在咱们独立营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困难也不是我们放弃信仰的理由。我相信，只要我们独立营上下一心，一定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而且我也相信，红军必然会走向最后的胜利。说得好啊！叫首长进来。都别首长的了，大家坐。我现在啊，只是一个作战科的科长。您怎么是科长？干嘛？你想说我官越当越小是吧？共产党人都光明磊落，我自我揭个短。
当年在红四军那场内部争斗中，我犯了错误，被撸了，撸得好。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没想过升官发财，可是这次啊，我是代表福建省委来向你们传达指示的。党中央是临时性的战略转移，很快就会回来。刚才呢，我在外面看你们开了半天的会，我给出的评价是，这支队伍的主流是好的。谢谢首长。这段时间我们感觉就像没了主心骨，没人领着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上级领导。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转移、战略转移之前，就安排了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留守办事处留在苏区，执行中央的指示。10个字：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乔明同志让我转告大家，在当前的形势下，第一，我们绝不能丧失信心。我们要按照省委和特委的部署，坚持斗争。重点是，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好群众的利益。第二，我们要注意斗争方式，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要密切地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然后到群众当中去开展政治工作。我们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的作用。第三，我们要和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建立联系，形成相互支持的斗争格局。重点是要在各地建立军民联合的游击战区。请特委放心，我们一定积极地行动起来，按特委的要求展开工作。实际上，我们储备的物资非常有限，总是缩在山里边也坚持不了多久。昨天我们还在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打算分批汇下山去，跟人民群众一起应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尽可能地减少苏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也是福建省委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啊。不过，外面的形势严酷，我们既要到群众当中去，又要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要防止少数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因为一个叛徒，他比100个站在你正面的敌人还要危险。所以说，现在我们保持党的纯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注意的。哎，驼叔，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当着特委的面，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我听说呀，国民党军那反动派还有还乡的那些土豪劣绅，在干坏事呢，见人杀人，见房烧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更要斗争。对，乔明同志还让我带给大家一句话：黑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黑透了，更能看到星光。怎么，你们几个指挥员是不是对我传达的上级指示有什么意见？只要是上级指示，每一位红军指战员都不应该有半点怀疑。作为共产党员，我也坚信我们的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很快地打回来。不愧是经过白色恐怖锻炼过的同志，这信仰就是坚定。首长，您知道我在来之前，组织向我介绍过你们。好，我现在向你们介绍一下苏区的全面情况。同志们，我们的上级认真地研究了赣闽地区的战略态势。上级认为，以我们红24师为基干，包括你们在内的各地方武装，总共集结了5000多人强的兵力，足可以打一场重挫国民党军的战役。首长，你想说什么？我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说吧。是。我们这支队伍呢，从松毛岭撤下来之后，就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这个时候，是闽西特委带着福建省委的命令，让我们……好了，你别说了，这些情况我都了解。
我在来之前呢，苏乔民同志就差点和我翻了脸。你们独立营暂时编入地方武装序列，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全党全军要树立一盘棋的大局观念。福建省委决定把附近能联系上的分散武装全部都集中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和国民党军打一场正面对抗敌人的战役。福建省委的这个决定有3点重大意义：第一，可以有力地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第二，让苏区的群众看到主力回头的希望；第三，使我们分散在各地的武装避免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分割围剿。首长，我能冒昧地问一句吗？说。乔民同志和您起的争执，因为什么？嗨，你的这位师傅啊，当然了，也是我的老战友。他现在啊，被国民党反动派吓得差点犯了严重错误。治国同志，我对上级主张继续组织正面对抗战役持有异议，是有理由和事实依据的。好，那你就当着在座的各位面，把你的理由和依据一一摆出来，看看他能不能站住脚。第一，蒋介石已经引领20几个师进入我中央苏区腹地。第二，以11月11日长汀沦陷为标志，1个月内整个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整个苏区已经沦陷。所谓保卫苏区并不现实。第三，国民党军和反动还将团对我留守党员干部实施茅草过火、石头过刀的残酷追杀。苏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正处在灾难之中。在此严峻现实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做。好了，你别说了，我们都听明白了。苏乔民同志，你一点都不像当初和我搭档的那位老共产党员。正因为我是一名老党员，面对上级组织，我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可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是争分夺秒啊，苏乔民同志。你有10个理由，8个事实，我只问你一句：中央分局能不能代表党中央？中央分局当然能代表党中央，可问题是我们既然能，那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员和每一位红军战士只有一个选择：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哎，志光同志，乔民同志，既然上级已经下了决定，那我们你看是不是举手表决一下？不必，现在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是全党服从中央。好吧，我们坚决服从福建省委的命令，但我本人保留意见。保留意见可以，苏乔民同志，我不是压制不同的意见，实在是当前的形势逼人呐。党中央和主力还在突围的路上，上级领导指出，我们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是动员和领导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胜利的保卫苏区，同时牵制敌人，以减轻主力在突围上的军事压力。在这个时刻，同志们，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否则后果不可估量啊！苏乔民同志，志国同志，你放心，虽然我保留意见，但我们会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首长请放心，独立营206名指战员坚决服从上级领导的调遣，保证完成任务。好，你呀，可比你那位师傅勇敢得多。营长同志，你也表个态吧。首长，我们独立营，他当家，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干，绝对不会拖后腿的。战役指挥部，命令
独立营必须在3日内赶到距4都3华里处的山头布防，在红24师的左翼，协同作战，坚决服从命令。乡亲们，咱们的队伍呀，马上就要出发了。战士们到前线去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保卫我们人民群众的利益。咱们呢，没有什么能带给战士的，咱们就多做点草鞋，还有粽衣，让他们少受点风吹雨打，这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大家说对不对呀？对。西督长说的好啊，大家赶紧的啊，把编好的草鞋还有中医都集中起来，我们一起带到部队去啊！哎，小满，你看那些够多的了吧？啊，这些这都是。哦，哎，行，我问你啊，队伍这要走了，还有6、7个伤员呢，他们也等着要吃啊。有给他们留，那行，那就再给他们留点呗。但是驼背，我可跟你说，在前线如果一旦断盾的话，可没地方征粮。哎，驼背，哎，这些物资都是给独立营的，怎么不搬呢？啊，西督长，这算盘，哎，他说带的都够了，再背的多的话，行军背不动。哎，不是，西督，驼背啊，你这人可太不厚道了。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吗？西周主席，行，别说了，一切听主席的。主席你说了算。把剩余的全部搬走。哎，都搬走。那搬吧。大伯，谢谢你啊，服了2天药，我感觉好多了。哎，不客气。你们这是又要去打仗啊？部队嘛，没办法，总是要去打仗的。可是姑娘，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你就不能……没事儿，我自己的伤我自己知道。哎，那姑娘，我先走了哈。好，谢谢您。哎，来啊，这是你的，拿好啊。拿着，给你的，你的啊，这你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来拿好了。那就给我一点。拿好，来，谢谢。红帽别忘发了啊。珍姐，部队才休整那么几天，好多红军哥劲儿都还没缓过来，就又要出发了，真是太辛苦了。只要我们的愿望没实现，我们就要随时做好出发的准备。我明白，我真想也加入部队，和你一样去跟白狗子作战。可我现在实在没办法放下那么多受伤那么重的红军哥跟你们走。姐妹，我想和你说2句话。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珍姐。你放心，这个红军哥伤得这么重，他一定是位英雄，我一定会像照顾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照顾好这位红军哥的。我保证，等你们回来，他就能下地了。这我相信，你做得很好。吕小哥同志是我们全营优秀的指挥员，意志非常坚强。在松毛岭战役后，他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可你知道他是凭什么坚持下来的吗？我知道，凭一个红军哥的信仰。也不完全是。那还有什么？我给你做个比喻吧。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盏油灯，油干了，灯灭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这个道理简单吧？你这个比喻像歌儿一样。吕小哥同志在松毛岭战役中被子弹打穿了胸膛，他从昏迷中醒过来，亲口跟我说过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在他生命的灯火就要熄灭的时候，有人给他添了灯油，才使他生命的灯火又继续燃烧起来。他能够坚强地活下去，正是为了这个给了他生命的人。他说，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是你用歌声唤醒了他。他就想着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因为他想听你再为他唱歌。他真那么说吗？姐妹，吕小哥同志是我们全营中伤势最重的，而且是短时间之内恢复不过来的。可是我们的部队又有了新的作战计划，我真的不敢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
我明白了，甄姐，我一定会让这位红军哥快快养好伤，重新回到独立营。那我就代表独立营谢谢你。你的伤是不是还没好呢？咱们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呀？不，你别管部队的事儿。我问你，你的伤是不是还没好呢？正好，这次行动别参加了，留下来照顾伤员吧。我是独立营副教导员，我还是共产党红军战士。咱们部队有了作战任务，我怎么能留下照顾伤员呢？你怎么就不能留下来照顾伤员呢？别忘了，你也是个伤员。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说什么我都会去的。小哥发烧了，我去看看他。你怎么不听劝呢？乔明同志说的是对的。前3次反围剿，咱们为什么能够大胜？那是毛主席指挥如神，充分调动敌人大胜的。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我们这帮人去了就是有去无回。正好你身上有伤，你留下来照顾伤员，你就当是为了我们，为了为独立营留下一点血脉，留下来。你的好意我知道了，越是此役凶多吉少，越是怕你们回不来，我越是不能以养伤的名义留在这儿。就算是死，我也要和你们在一起。同志们，下面有请我们苏维埃的西斗主席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同志们，你们刚刚千难万险地来到这儿，身子骨还没养好呢，就又要奔赴新的战场。乡亲们心疼你们，也舍不得你们离开。不多说了，愿马克思保佑你们。全体队伍，敬礼！敬礼！说。在竹节大会的那天，小哥一块和你唱了一首山歌，我看见他笑了，而且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笑得最开心的一次。现在我们部队要开拔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一点，把他托付给你，有可能会了了他一桩心愿，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放心吧，教导员。谢谢你，锦梅。
你现在是个连长啊，你也不注意点影响，你这回尿是怎么回事？这水喝多了，那你也不能当街尿啊！没当街没你事儿，人家现在有女同志了，是。有飞机，散开一批，一批，散开，飞机站好。快，把后备器先往里藏了。出来吧！没事吧？继续前进。全党全军要树立一盘棋的大局观念。福建省委决定，把附近能联系上的分散武装，全部都集中起来，攥成一个拳头，和国民党军打一场正面对抗敌人的战役，使我们分散在各地的武装，避免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分割为一角。前3次反围剿，咱们为什么能够大胜？那是毛主席指挥如神，充分调动敌人大胜的。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我们这帮人去了就是有去无回。传下去，朱兄多看看吧。怎么样？都看出点名堂没？裴司令，卑职以为这些侦察照片表明赣门边的红军正在大规模地进行兵力调动。看来，共产党在这个区域还留有与国军最后一搏的力量。李真，李真，怎么了？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什么预感？我预感咱们可能要重蹈战败的覆辙。这么大规模的集结部队，不是往敌人的炮口上撞吗？最近党国把12个绥靖区合并成了赣闽2个绥靖区，就是为了更大力度的清剿红军残余。可到现在，除了正法了一些红军眷属和中共余党，各部一直还没有令人满意的战绩。